如果就是您刚准备在波士顿或者在美国落地安家的话，一定有先要办好的3个东西，他们会需要一个这样同一个号码，把它所有都连在一起。后面有一排很帅的警察叔叔们。我们现在到了 Haymarket 站。也就是 RMV 的站，我们现在要去看驾照怎么办？我有一次就是迟到了一个 RMV， 然后大概一等就让我等3-4个小时，我当天整个崩溃。推荐他们去 Chinatown 的 BOA 去开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我现在想要借由今天这条影片来告诉大家，如果就是您刚准备在波士顿或者在美国落地安家的话，一定有先要办好的3个东西。第一个就是 SSN，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手机卡，那第3个的话就是银行卡。那外加有一些朋友还可以加办驾照。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讲解关于办手机卡的话，其实您有2个选择。第一个就是美国最主要有3大电信营运商，包括 AT&T、T-Mobile、Verizon。那其实他们都可以跨国办理，可以邮寄海外。所以如果您人还没有到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先把你的手机卡先办好。那如果不想要那么麻烦的话，可以先在机场买个临时卡，或者是忍受1-2天没有本地门号，落地美国以后就马上去实体店面办理，其实也很方便。那第二个我觉得也很重要，就是社会安全码 SSN， 那我们就会去 SSN 局办。那这个 SSN 其实非常重要，包括你要开银行卡，包括你要租房，或是你要开水电账户，都会需要这个 SSN， 否则你就只能走外国人通道，会麻烦很多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门去办银行卡、手机卡，还有驾照和 SSN。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 SSN 办公楼。那这一栋的话是 Boston Downtown 的，它主要办 SSN 的大楼。那当它可以办其他业务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。其实不是只有 Boston City 有，附近很多城市都有。所以其实如果需要 Social Security 就社会安全码的朋友，可以先上网找自己就近的 Social Security， 又称为社会安全码，是一个像美国的身份证字号的一个东西。基本上它可以连接到你的税务资料、你的医疗资料、你的退休保险的资料，包括银行的财务相关资料。所以它就是把所有的生活上、社会上所需的这些活动都可以 link 在一起。像美国人这么多，他们会需要一个这样同一个号码，把它所有都连在一起。对于一些想要在美国安家的朋友的话，第一步绝对是拿到社会安全码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 SSN 的功能和流程搞清楚，我们现在去办驾照啦。那从 SSA 走到地铁站的话，现在大概是10分钟。我们现在经过市政厅下面，然后刚好因为世足赛马上就要开始，后面有一排很帅的警察叔叔们，是警察叔叔、警察弟弟们。我们刚刚从刚刚那个 SSA 大楼过来的话，现在我们在 Government Center 这个地铁站，那这边的话也是波士顿的政治中心，包括我们的市政厅，包括我们的法院，还有我们很多的市政活动都在这个附近。那也让大家感受一下波士顿夏天的天气，就是非常的蓝天白云，然后天气又非常舒服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到了 Haymarket 站，也就是 RMV 的站，我们现在要去看驾照怎么办。所以我们 Haymarket 这个站一出来的话，右手边就可以马上看到我们的 RMV 了。那这边就是大家解决驾照问题的地方。驾照的问题，经过我多年实战经验和学习，我可以帮大家好好解释一下。像是台湾的驾照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去办事处换的。我是直接在台湾在波士顿办事处，我去换了以后，原本在台湾的驾照压在办事处，我就可以来这边申请拿到美国的驾照。所以我的台湾驾照10几年前我就再也没看过了。如果您只是打算短期的旅游，那基本上你拿驾照，然后有时候可以配上一个翻译的正本，这样子一起的话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在美国开车，甚至你也可以去买车子。可是如果你是想要成为麻州的 resident 就居民的话，那必须还是要像美国本地人一样去 RMV 这边申请一个 learning permit， 然后大概持有6个月练车，大概至少10小时以后可以去申请路考，才可以正式拿到这个驾照。这个差别会在哪里嘛？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有没有打算长期在麻州居住，那第二个就是说外国驾照已经可以买车了，但是就是除了
了特斯拉以外，特斯拉一定要麻州这边发的驾照，它才会让你买。我猜原因可能是因为保险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在 RMV 的门口提醒大家，要来这种政府机关，一定要务必提前做好预约，因为我知道大家在亚洲都很习惯 walk in， 就是到了就直接进去，但是像美国就完全都不是这样，尤其像政府机关，你一定要预约，而且一定要准时。你提早到或晚到，它基本上都会有可能会把你挡在门外。我有一次就是迟到了一个 RMV， 然后大概一等就让我等3-4个小时，我当天整个崩溃。驾照流程已经搞定，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我们待会再去办银行卡。我们本来想说是要去找就美国最知名的汉堡连锁店叫 Shake Shack， 但是因为刚好我们从 RMV 走过来的时候，刚好就看到这间 Gordon Ramsay 的它的汉堡店，所以我们想那就干脆来这边试试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吃饱了，那我们现在出发去银行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到达 BOA 了。会推荐 BOA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是全美实体店面最多的，而且它对于小白来讲是最友好的。对于刚落地的朋友或留学生来讲，推荐他们去 Chinatown 的 BOA 去开户。原因是因为那边的大部分中文可以通，而且他们其实很懂得外国人开户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。那如果你已经拿到 SSN， 你手机号码、你的 I-20 证件已经全部齐备的话，你就可以完全很放心的过去开户。那就算是您只是过来旅游的，或者是说你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址，其实像 Chinatown 的 BOA， 他们也都可以去 BOA 开户的话，你还可以一起申请一张信用卡。其实这个是很好一个累积信用的起点，大概也是只有 BOA 会发信用卡给信用小白，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先去 BOA 开户。如果是学生或者是年纪25岁以下的话，还可以要求他们有没有月费的减免或者是学生的优惠等等，就非常的方便。那有了银行卡，甚至有信用卡之后，你要交学费或者收一些打工的收入或一些其他收入的话，那就很方便啦。办理的流程其实很繁琐，我把所有今天介绍要办理的细节整理成一份攻略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跟我索取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替大家整理了初到波士顿或初到美国的4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你的手机卡，那手机卡的话，可以选择说先用 Family 直接海外直邮，或者是一落地以后去找3大营运商他们的直营门市，直接进去就办了一个门号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办 SSN， 在波士顿市中心就可以直接去 SSA， 或者是去离自己近的 SSN 的 office。第三个是办驾照，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解释说，如果是持有中国驾照，包括你想要长住还是短住，不同的方式，或是甚至买车，或者是说拿台湾驾照的话，可以直接换驾照。最后一个就是办银行卡，那银行卡的话，我们推荐可以去 Chinatown 或是像 Quincy 这些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，even 你只是持观光签证，他们都知道要怎么去帮你处理。其实波士顿它麻雀虽小，但是五脏俱全，所以其实如果就算您刚到还没有车的话，光靠地铁也可以完成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件最重要的事情。那希望我们今天替大家整理，会对大家初到波士顿都会有很大的帮忙。我是 Emily， 那记得点赞、收藏和加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